我宣布，宋哥就是我的能量补充站。看这户挂的 ，Hello，丰台的小朋友们，哎呦，日子没来了。宋哥现在生意可以啊，其实本来坐外面不错，但是今儿刮大风。对，就是这锅，我要吃这的。我的快乐能量炸鸡来啦！烧饼夹鸡腿不陌生吧？它这个是新口味儿，宋哥新研究的，椒麻味儿，炸过的，酥酥脆脆的筋饼，鸡腿去骨。嚯，椒麻味儿是挺窜鼻子的。对，它里头腌的是椒麻味儿，然后它还刷了一点儿，就那个带点甜口那个酱，真的这个厚度啊。我撅嘴认输了，咬不下一个完整的。真是把那个椒麻味儿给腌进去了，还挺好吃的。吃水，这味儿我还挺喜欢的。它实际吃到嘴里没有那么的麻，但是也会给你的舌头有点轻轻触电的感觉。吃饭量小的小朋友们直接点一个烧饼夹鸡腿，就这个筋饼你也吃到了，炸鸡你也吃到了。香是香，有点费脸。当然啊，像我比较需要更多的快乐，那我就选择再要一个新鲜出锅的大鸡腿儿。看这户挂的，是个技术活儿。我来了啊，准备听声儿，朋友们。壳超酥，但是这糊不厚，你看薄薄的一层。掀开大鸡腿的外皮，你可以看到腌料在里面，还可以看到反光的汁水，还有正在冒着的热气。炸鸡须得趁热服用。看，大皮大皮。我能看到汁儿啊。连吸带嚼。
鸡腿变腿骨。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黑暗快乐饼，上面加脑花肥肠多加辣，这诱人的脑回路。哦，果然多加辣才够味儿，一口下去，脑回路就被我啃了。它这个肥肠是压在下面的，处理得很干净，然后也是有那种辣汤给它煮出来的。它整体口味偏向于冒菜，但是又多刷了辣酱。如果不吃脑花，也可以要纯肥肠。这个时候就不要在乎什么形象了，你就咔咔一顿炫完一块儿擦。我宣布今天能量补充完成，请问你们的能量加满了吗？看快乐了吗？友情提示：营业时间为下午5点开始，大概到晚上8、9点钟吧。这么一算，一天只干3、4个小时，还怪佛系的呢。我的宝贝茄子跟拌豆角，佳木斯拌冷面。我跟你们说，这个可是高级货。佳木斯这个宝藏城市需要被更多的人知道。哇！我跟你说，昨天半夜我翻我8月份去佳木斯的那个视频，给我馋的一宿都没睡好觉。我今天必须得吃上，睡醒了我就来了。饲料口这个店应该是从昌平过来最方便的一家店。茄子、豆角，我的最爱。拌面。毛肚锅能涮冷面了，我要下单了！我的宝贝茄子跟拌豆角，然后还有各种凉菜啊，都可以选，但我只钟爱茄子跟拌豆角。拌豆角，拌茄子。绝杀！它的茄子跟豆角都是油炸过的那种，然后再拌，整体还是偏甜口的哟。看，这个茄子已经给它炸到软趴趴的感觉了。佳木斯是真的甜，但是爱吃的人真的欲罢不能。然后啊，这是佳木斯涮肚，这个佳木斯拌冷面，我去年就是为了它去了一趟佳木斯。辣椒丝儿、牛肉丝儿、干豆腐丝儿拌菜，加上这个红红的汤，佳木斯烤饼加串，这个是标准分量。当然还要再加5串牛胸口，给它撸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好满足的状态。就是这个饼，它是一个发面的饼，然后很软，表皮烤到酥脆。你撸串的时候，就能把烤串的调料跟油脂撸进去。面香、油香、肉香、料香，完全汇聚于这个饼上。然后这时候再来一口佳木斯拌冷面。这个甜辣味儿直冲天灵盖。不过这个甜度啊，其实已经比在佳木斯当地的甜度要降低了一些。应该是60%的甜，30%的酸加10%的辣。
如果你们吃的时候觉得甜，千万不要惊讶，因为詹姆斯当地只会更甜，但是好吃的啊，反正是我喜欢的口味。我觉得拌菜和拌面的甜度全都降低了一些。等会儿，这毛肚锅马上开。这里面是有毛肚、木耳、蘑菇，还有一些鱼豆腐。涮肚可能整个东北都常吃啊，但是涮冷面我只在佳木斯见过。这涮肚味还行哎。就是那种咸香辣口，油虽然不是很厚，但底味还挺香的，东北标准味道吧。然后啊，我们今天的正题，来跟着我的手啊，把这个冷面放进锅里，筷子不要离锅哦，稍微涮个那么5到8秒，软嘣了就可以捞起了。我跟你们说，这个可是高级货。就这个涮冷面吧，它是一种黏黏软软弹弹的感觉。既不是完全的弹，也不是完全的黏，它跟这个拌冷面的质感还是不一样的。像拌冷面这个就是滑弹。我跟你说，就这菜呀，就是就合着吃一口，主要是为了把这个锅腾给这个涮冷面。然后速速捞起，煮时间长就化了啊！别忘了包个小毛葱。真的高级货。别咬大口了，还是有点呛。你别看着它一大盆啊，其实你就一筷子一筷子一筷子这么涮的，这一大盆一会儿就见底儿了。最后一筷子，弹性极佳。真的，佳木斯这个宝藏城市需要被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今日份快乐达成，真的有时间一定去佳木斯尝尝。哇，颜值代劳，这哪是小方啊，这是大方吧？令姐妹们无法拒绝的一款产品。这个还是很爽的。作为一个郊区人士，我有多久没有来过鼓楼了？
你们心心念念的甜品测评来了，好久了呀！我很久很久没有吃他家了。现在东西这么多了吗？这么多了吗？我要这个，对，熔岩开心果跟草莓的，经典款产品也有。这个蛋挞看着也挺好吃的啊。这不是网红款奶酪盒子吗？哦，哈哈，满满2大兜的快乐。然后直接来到我们熟悉的地方，餐前甜品和午饭一起解决。开盖有惊喜，我一眼就相中它了。再来一个，这个据说是新品哦。哇，少女色，草莓，这俩玩意儿叫奶酪小方。啊，这哪是小方啊，这是大方吧？餐前甜品、午饭一起吃，随身携带。下到了啊，哎，好软呀，质感，能感受到肉松是脆的。哇，很沉的一个耶。这个好看，我喜欢这个。哇，颜值代劳。这锅还要等一下，所以咱们先吃餐前甜品。好，先来它了啊！我不客气了啊，来你的。哦，它是简单概括来讲，双层乳酪夹心肉松大方蛋糕。中间是抹茶的这个乳酪，然后下面是奥利奥的这个乳酪。这个乳酪吃起来就会比咱平时吃的那种奶油的跟酱的它要更扎实一点，更香一点。那个奶酪罐子应该是一样的乳酪，很扎实，然后也不是非常甜。蛋糕体很松软，然后肉松就是带点咸味的肉松。这个还是很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像是把奶酪罐子加进了肉松小贝里，还是双层的，还是 Plus 版。多种口味混在一起的感觉，带上这个海苔肉松的，这个是白桃玫瑰奶酪小方，能看到果肉，海苔肉松会更脆。哦，这个会相较于偏酸甜口一点，白桃玫瑰，然后这个会稍微更甜一点点，玫瑰花瓣还有白桃果肉。那以我个人喜好来讲，我还是喜欢刚才的那个抹茶奥利奥的奶酪，天下无敌。但是肉松我更喜欢海苔肉松，这俩不能换换吗？它要是海苔肉松配着抹茶奥利奥，我觉得是人间绝美。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它酸甜感能稍微压一下那个海苔肉松的那个油，这么搭配好像是有道理哈。好，来，我喜欢的巧克力开心果，还挺沉，挺扎实的。哎，糊嘴。其实这个开心果乳酪的味道没有那么重的开心果，这样你带着上面的碎碎一起咬下来还挺香的。然后巧克力不是非常重，所以不会很腻。中间的乳酪非常扎实，非常扎实。改良款的提拉米苏了吧，就跟咱们经典款吃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经典款咱也有，但是我没买，因为我觉得哪儿都有。整体质感还是可以，也不是很甜。说一个甜品不甜是对它的夸赞嘛？草莓的，令姐妹们无法拒绝的一款产品啊！这个相较于刚才那款来讲，稍微的轻一丢丢。这酸甜的果酱还挺好吃的。
草莓还挺甜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比较喜欢草莓这个。它就是那种奶酪、果酱跟水果的完美融合。我也觉得我会更喜欢草莓的这个，但是相较呢，我还是更喜欢这2款肉松的，尤其是这个抹茶奥利奥肉松小贝脑袋一定会喜欢的。虽然我最近不常吃甜品，但是肉松的甜品很难让我拒绝。正好锅开了啊，我们来吃午饭啦！这大肉块儿啊，这大牛尾呀！还是爱吃那个原味的，这个就是能完全吃出肉汤的味道。鸡皮也好吃。甜品和肉永远是生活中的快乐永动机。欢迎来北京！好多人问我，来北京吃小吃应该吃什么？那我一本正经的告诉你，喝豆汁儿，浓稠的液体，诱人的香气。入口厚重，香浓，豆香味扑鼻而来。热豆汁儿可暖身，夏天的冰豆汁儿解暑。当水喝没问题，或者来一碗满满芝麻酱的面茶。你看啊，舀起一勺会自动补味，麻酱吸嘴。你也可以直接吸。最简单的描述方式就是麻酱打卤粥。当然也不可错过这些点心啦，裹满豆粉的驴打滚，中间加满了红豆馅儿，看着白不呲咧，但是内有乾坤的爱窝窝。它是有大颗的豆馅儿。糯米热的皮儿，外面撒了颗粒的椰蓉。吃起来不会太甜，但是非常扎实，贼顶饱。非常沉甸甸的一个软不奶奶的驴打滚儿。糯米皮很湿润，然后豆粉很敷嘴，豆馅很细腻，但也是带豆皮的那种豆馅，不是很甜，整体不干巴，还是很湿润的。我感觉现在女孩就喜欢吃这个，但其实我不怎么吃，但是偶尔还是会想那个。还可以再来一块豌豆黄。入口是滑滑湿湿，
糯糯泥泥的感觉。豌豆去皮压成泥儿，再压成块儿，我加了一些糖，所以吃起来会甜甜的。下午茶必备甜品，麻酱花卷儿。这就算了，如果你们想吃麻酱糖花卷，就去吃老回回吧，这也可以算了。哎，豆汁儿确实是没得挑，还有面茶也可以。麻酱味儿很浓，才4块钱一碗。驴打滚豌豆黄、爱窝窝也都可以尝尝。不要浪费一丝一毫的麻酱。或者你也可以来一个豆汁的兄弟，麻豆腐，也是绿豆产物，一道下酒小菜。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这绿豆汁这个味儿啊？我还挺喜欢。重要的事情说3遍：喝豆汁儿，喝豆汁儿，喝豆汁儿。实在喝不了，咱就算了。感受一下这个，这真是大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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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藏了一个肘子专门店，这家伙肘子专门店，看啊，全家福肘子、脆皮肘子、老汤肘子、香辣肘子、招财肘子、金牌肘子，6种肘子。请问咱们吃哪个肘子？这点一本有点困难，这个弄一这个吧，挺好看。这个也好吃，小刘同学喜欢的花生糊。嚯，谢谢谢谢，黄焖2样。都是牛肉跟面筋。哎呀，我这个大肘子，好嘞！但我吃那咖喱鸡卷给切开了。我想给你们加个大皮大皮，但是它好烂乎啊！它甚至是这个皮跟那个汤是有点粘稠状的感觉。我发现我有一阵儿没在天津吃肘子了吧？你来一块吗？你吃吧，我想吃花生糊。给你一块小小的吧。行。你这点饭量，我得着了啊！哎，这个肘子去了皮之后，立马就变丑。哎，这还真是感觉啊，是那种老汤，汤很厚，然后有比较重的料的味道，应该有不少料啊，就那种混合香料的味道很浓。整体是很软烂的，然后味道会比较重一些啊，但是很香。颜色比较红，会很好看。你好，加1碗米饭，谢谢。还是很好吃的。啊哈，这个黄焖2样，会非常足量的明油，你甚至还能看到大料棒。谢谢，满满登登。哇！来，这一盘其实量挺大的。你看，它的牛肉是这种，就是有肥有瘦的，就那种熟的牛肉嘛。然后面筋就是天津面筋，开始本来说点个独面筋，后来一想想，有肉的为什么不吃肉呢？很浓烈的一股料油味儿，就是那种花椒大料油嘛。馅儿的浓稠度还挺好的，不稀也不黏，哦，真漂亮，明油。
对，人家这面筋就比我自己搁家烧的好吃。哇，好重的料油味儿，特别香。中餐一个神秘的秘方。点这个菜点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点什么红烧牛窝骨之类的比较多。黄焖两样，这算是第2次吃吧，我觉得炒的还不错。脆皮鸭丝卷，这题我好像会。就跟我之前吃那个，就是夹卷圈家卖的那个咖喱鸡卷的原理差不多，但是这个中间加的是葱丝跟鸭丝，有点像脆皮烤鸭卷的即视感。外面一层金色的是酥脆，然后应该是豆皮卷的吧，鸭肉是细嫩，然后还有葱丝的脆爽。这个在天津算是一个好多馆子都会做的菜，很好吃。就是既可当小食，也可当菜。哦，我又想吃卷圈了，怎么回事？一生执着于甜品的小刘，这边3个菜好像跟他无关一样。哦，这看着是不错哈。对，我暖的，我看着就暖。这跟面茶有一拼了，我看。哎呀，这个肘子真的是脱骨，你看我就这么一蹬了，啊，就剩一根骨头了，还有边边上连筋带皮的大块肉。平心而论，这个肘子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在我这儿可以给85到90分的。哎，来一碗热乎的喝。我该用什么词儿去形容它呢？加了山药丁的藕粉糊糊，还加了好多花生碎。大概是这个味儿吧，你们大概理解一下。非常适合冬天，特别的暖和。实话说，这个米用的还是不错的，它起码不是那种便宜米，有香味儿，然后蒸的那种颗粒分明。天津面筋还是很好吃的。你们要是不喜欢吃肉，直接点速度面筋好吃。而且吃到最后这个糊都不会泄。这肉是真不少。这个汁儿是真拌饭，真下饭。有勺。这个店应该也算是一个社区店吧，店还不小，然后周围都是小区，菜价也不高，种类还挺多。要住这么一个饭馆周围，不想做饭了，下来挠一口也挺好。行，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明天继续开启早餐之旅，一共是196。